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 OP10重点单卡梳理的下期，10中老领袖的补强及环境预测。之前为大家讲解了 OP10的6名新领袖和新体系，如果有没看过的小伙伴，先去上期补下课哈。本期就不会再去讲一遍新领袖了，直接进入正题，开始老领袖的补强梳理。上期时我讲到过，因为 OP10出了很多之前没有的新颜色和新词条的搭配，所以其实对大部分的老领袖的补强都不是特别多。这里我就先帮大家梳理出补强比较多的领袖，再配上我的一些简单理解，希望能帮大家更好的准备10环境。当然啊，开始之前先赞后看，养成好习惯哈。首先，老领袖里得到补强最多的一定是 OP04的蓝黑雷贝卡，因为雷贝卡跟10的新领袖蓝黑乌索普，不管是颜色还是词条要求都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得大部分情况下乌索普能用的卡，雷贝卡基本也能用。除了这张完全锁乌索普头的雷欧，以及这张可以说就是为了乌索普设计的雷贝卡，其他的得到自断的单卡，雷贝卡完全可以说是想用就用，并且这单也是给出了之前雷贝卡非常缺少的优质本家 KO， 以及黑色内战时会非常强力的 SEC 路飞。甚至如果你有梦想的话，搭配这张新出的牛牛，配合之前的大元王枪，给七费路飞吃满 buff， 至少是13000的双攻流放，还能打好几脚，想想都叫人害怕。甚至因为这张巴杰斯也有得到自断，所以雷贝卡还有了本家速攻。10发布之后，雷贝卡的构筑思路可以说是特别的灵活了，并且因为领袖技能的存在，本身堆木就会非常快，再加上新卡也有大量的堆木，很容易就可以把卡组过穿，然后通过回底做出一套完美卡组，所以我是很看好10之后的雷贝卡的表现的，玩起来应该也会十分有趣，期待喜欢雷贝卡的朋友们的开发了。当然啊，我推荐雷贝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雷贝卡不是特别的难打之后可能会大量出现的黑胡子。OP10还有一个罪大恶极的补强，就是补强了黑胡子，甚至我觉得对黑胡子的补强可以说是过分的强了。除了白板一共补强了4张，重点是其中的2张，一个五费轻质，一个事件解放。先说解放吧，我方角色比对方角色少2张或更多的场合，将对手最多1张原本费用不高于6和1张原本费用不高于4的 KO。首先是虽然这张卡不锁头，但是我觉得这张卡给其他领袖都不强，就是给黑胡子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基于黑胡子的主流打法，说实话，一般来讲黑胡子的场面就不会很大，并且在面对解场时，除非迫不得已，否则黑胡子一般也会非常舍不得自己的手牌，这就使得黑胡子很容易达成比对方的场面少2个的要求。再加上目前的主要应对黑胡子的手段都是尽可能的多铺场，也是进一步的促进了条件的达成，这就使得黑胡子就是会更容易比其他的领袖更容易开出这张卡的效果。毕竟如果是其他的黑色的解场系领袖，对面场面要是比你多2个以上，那你基本也不用玩了。然后就是这张卡是张能一卡换2卡的强力解牌。09时黑胡子为什么很容易手牌越打越不够用？除了领袖技能以外，本身黑胡子解场时就都是要用2卡或者3卡去解对面1卡，然后对面反过来把你的怪都踢死，你就一下子少了很多手牌。但是解放它1换2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甚至前期都可以去有意识的减少对场面的控制，就等6费7费准时的解放返场。甚至因为解放的出现，对方可能也会为了防解放有意识的少上怪，或者减少对黑胡子的解场，这都是能给黑胡子缓很大一口气的。接下来这位更是重量级，五费轻质，五费5000，此角色不会因为对方的效果而离开场上，启动主要可以将此角色放置到废弃区，抽取1张卡牌，之后选择我方废弃区中最多1张酷赞以外的费用不高于5且拥有黑胡子海贼团特征的角色卡牌登场。不是，凭什么呀？这张卡也太强了吧，每条效果都很炸裂。虽然5费5000身材很差，但是也确实是个有效打点吧。咱们来算笔账，1效果除了被打死解不掉它，也就是说刚登场的回合大概率是不会被解掉的，那5000作为一个有效打点，至少能要到对面1张手牌吧。然后把自己炸了抽1，这又是1张牌了。之后从墓地拉个5费本家，这又是1张牌了。除去自己登场消耗的1张牌，还净赚2张牌加5个费用，不是哥们儿，这真的是合理的吗？这就是袁海军的威力吗？大家现在还能跟黑胡子碰一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黑胡子的赚卡能力不强，我只要努力拖下去，总能找到机会。现在好了，人家还越打越赚了，单卡3卡差，游戏王里也不敢这么设计啊。并且因为是从墓地叫人，这也给了黑胡子极多的容错。之前很多时候开个领袖技能都要想很久，生怕自己扔错了，给下回合产生伏笔。现在好了，扔就行了，反正轻质能给拉回来，随便造。不愧是最温暖的男人呀，温暖了黑胡子的心，把我冻死了。
轻质的出现也就使得速攻巴杰斯的投入变得非常的有价值了。单出一个巴杰斯，我一定不会觉得有多厉害，毕竟右卡手身材也就一般，但是如果是轻质把他从墓地拉上来就不一样了，甚至可以是16000的速攻，这就给了黑胡子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可能性，容错更高，打法也更主动，真可谓是一卡盘活黑胡子全家。总感觉10之后环境只会有3种卡组，黑胡子卡组，抓黑胡子的卡组，抓黑胡子的卡组，然后逻辑闭环3组鼎立，石头剪刀布，轻质一卡改变环境。除了刚才的这2个领袖，再有补强比较大的就是咱们的蘑菇头利姆了。OP10给了利姆足10张新卡，整个实弹有2个战绿领袖，给他俩出的新卡加一起都没给利姆一个人的多。官方这得是多爱利姆呀，整得我都想去玩玩这个游戏，看看利姆到底是个啥了。虽然不是说这10张新卡全都有用吧，但是至少是半数以上都能进入到现在的构筑里面。其中这张新出的伊费利姆更是我认为足以改变利姆在环境中地位的一张单卡。每合一次，此角色因对方的效果将要离开场上的场合，可以改为将我方一张拥有时光律师特征的角色转为休息状态，使此角色不离场。我方回合结束时，将我方最多一张拥有时光律师特征的角色转为活跃状态。一效果保证了自己有一定的存活能力，二效果更是极大的加强了本家全体的生存能力。利姆很难受的一点就是3费虽然叫出来个6000人，但是这个6000人反而成为了一个众矢之的，被大家猛猛进攻，而你又必须为了之后其他人发动技能的流畅度强行保下来，里外里先亏3张手牌，这就使得就算利姆9费准时拍出了索隆，也很可能保不下来，而索隆你要是没保下来，这把大概率也没了。但是这张利姆的出现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给他们全都立起来了，你说气不气？甚至这个重启还没有费用限制，9费大哥都能给输过来，有点东西。然后就是他的出现还解决了3费时场上角色不够的问题，因为奥德赛本家基本都是要求场上有至少2个休息状态的角色，所以利姆在09时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为了凑1费角色强行带上检索罗，然后为了检索罗必须带上很多不厉害的草帽角色，要不然你3费叫出来的人大概率发不出来效果。1费利姆的出现我觉得就是很好的规避了这个问题，起手无脑找，没有就调度，然后构筑里直接就是什么本家强带什么，那几个不厉害的草帽该滚滚，整体流畅度能提升一大截。当然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检索罗可以找9索，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吧。这就继续说到又一张10的本家新卡了，咱们的雷神艾尼路登场是个白星，抽3扔2，虽然没有看我的检索面光，但是是实实在在的拿到手上，帮助调度手牌，我觉得是更有安全感的。当然啊，构筑是灵活的，俩1费都带也不是不行，毕竟这次新卡里面也有这张2000边的娜美是草帽子段，登场锁对面一个东，经常能发挥奇效，本身也是2000边，基本是一定会投入的，也是增加了草帽子段的含金量。不过其实我有一个暴论，当然现在也没办法测试啊，也只是猜测意向。在有了10的新卡之后，因为利姆还迎来了新的检索，并且这个检索是看5拿2，用1手换2手，再加上原本的检索利姆现在有了8张检索，并且这2张检索我认为都是很赚的检索，完全可以带满。那么本家大哥的上手率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索隆的，况且本家大哥落地下来其实也不差，之前09时更需要9索，是因为利姆非常需要索隆去快速的终结比赛，但是因为10有了很多很优质的前期节奏，比如我刚才一直没提到这张新的鹰眼，配合1费利姆你就可以当做他是立着登场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利姆的前中期节奏其实就是优于绝大部分领袖的了，完全不需要依赖9索快速终结比赛，甚至我觉得可以去带狱组的香克斯打中后期节奏，因为这些能把自己立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基本就可以把利姆看作是一个正常领袖了，甚至因为战场和挑费比别人快，比别的领袖拉扯空间更大，所以利姆这么可爱，大家要不要来试试呢？利姆说完，最后一个有大加强的领袖就是我们的绿子明哥了。看过我上期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对红紫砂糖可以说是嗤之以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10给砂糖的新卡都补在了紫色，从各方面来讲，我都觉得绿子明是大大的优于砂糖的。虽然你可能说砂糖自带挑费比明哥挑费稳定，那咱们就来看看新卡，结合新卡来给大家分析分析。首先本家最强新卡其实就是这样新出的8费大明哥，登场时炸一个东，从手里叫一个5费以下的本家。这里我特别说下哈，叫人不限制颜色，所以甚至可以叫这张赖皮王迪亚曼蒂或者奥德赛的明哥，这俩真是现开赛天天恶心我，难受坏了。说回正题，二效果对方攻击时再追回来一个东，里外里等于没掉东，没掉东下回合就还是10费，懂我意思吧？10费大明哥直接锁。所以啊，既然是8费角色，那我拿个先手前期跳1费不就完全够的了吗？完全不需要去多跳好几次呀。而10也是给了我们很多跳费手段的取舍，比如这张2000边的 Baby Five， 比如这张阻挡者贝拉米，都是可以帮助明哥在3费回合就跳出来这1费的。再不济这张本家5费事件神诛杀，K 个5跳个东也可以，足足12张新卡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更何况这次又给了唐团2张新检索，绿子明甚至有了高达16张的本家检索。这么多检索，你还怕找不到想要的吗？所以砂糖能跳好几回就让他跳去呗，毕竟就砂糖那5-6费的生物质量真的不如明哥的一根啊。新的5费克拉松在明哥中的表现也会更加稳定，因为我推测砂糖只会带10张左右的事件，而明哥能携带到16张左右。可能唯一砂糖优于明哥的地方就在于皮克和维奥拉只能回收紫色事件，明哥可能没得回收，因为明哥不屑于带他那个玩具小熊。还有一张新卡，就是这个2000边的乔拉，对方攻击时横自己2个东，横对面个4，这效果明显也是更适配绿子明啊。所以我觉得绿子明优于红紫砂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绿子明有老的绿色的底子，而红色糖团现在还太贫瘠了，所以红色糖团要想起来，只能是继续期待后续的补强了，就看能不能带起来了。以上4个便是这一弹主要获得补强的几个老牌领袖了，都是属于加强幅度比较大的，之后可能会突然回到大众视野里的几个领袖。如果大家遇到了，记得防范我刚才提到过的这些新卡哈。接下来就是一些零散的补强了，简单的带大家过一遍吧。鬼船部分2张黑色1张绿色，2个佩罗娜1个龙马，算是给了莫利亚一些更多的可能性。绿色的佩罗娜则是能让佩罗娜多用1个检索，具体是否投入我持保留意见。绿黑海军铜虎得到了2张补强，1个藤虎，1个已经不需要往下起五海了。说实话，这个事件看的真是乐死我了，忠于原著是吧？这张藤虎能横2个5确实效果不错，不过主要问题是费用太高，只剩下5费能干的事情实在太少了。纯绿玉田能得到补强我是没想到的，算了，谁叫人家也是剧情里的重要人物呢？有一个锦卫门的上本神，还有一个下本神，还有一个吃了人造果实变不回去了的桃之助，这几张卡真的是看得逗死我了。这几张卡的出现能让绿玉田直接在后手第一个回合就站出来个6+3，确实强力，不过要4张手牌也确实是代价不小，所以到底能不能拯救绿玉田还是有待观察。红色又是一如既往的给草莓一伙出了几张新卡，不过没几个泛用的就是了。倒是这个神币确实牛皮，进可攻退可守，一画也是无敌的好看，钱包这下要破产了。蓝色是跟着德岛，顺便出了几个跟着去了德岛的革命军，这几个里除了这个萨博我觉得挺好用的，其他俩一言难尽。不过这几张是加强给谁的呢？人妖王吗？有研究过的小伙伴回头可以评论区说一说。然后蓝色给蓝色白团单出了一个小马哥，有比没有强吧，至少说明官方一直惦记着我们白团呢。紫色部分单给杰尔马66出了一个检索山治，这下更容易找到了，人家叫文斯莫克山治，所以能找自己家里人，很合理吧。紫色还给福克西单出了一个2000边的福克西，好歹是个2000边是吧？最后是黄色，在众多超新星里面给了2张革命军，红黄萨博可能会用吧。好了，补强领袖梳理完了，接下来预测下环境。我觉得10的环境会相对来说特别简单，之前会排下梯度表去直接评价下领袖的强度如何，但是到了10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10对黑胡子的补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黑胡子很可能一跃成为新的环境霸主，也就是之前咱们排梯表时常说的版本 T0。 但黑胡子这个领袖又很特殊，它不像红紫罗赤犬这种的能打环境里大问的领袖，对于黑胡子来说只有2种领袖，黑胡子好打的和黑胡子不好打的。好打的基本大概率拿下，不好打的就想赢基本也是怎么都赢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梯度排行其实就失去了意义，因为环境大概率会变成一个剪刀石头布的一个环境。黑胡子多，大家都去抓黑胡子了，然后黑胡子变少，那些不好打黑胡子但是好打这些领袖的领袖又出来了，然后黑胡子为了打这些领袖又出来了，在这个循环之下最终会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所以这次环境预测我会直接将那些我觉得能玩的领袖分成3个大类。第一类就是黑胡子，是的，就是将黑胡子单分出来，黑胡子就是黑胡子，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一类里就一个领袖，就是黑胡子，具体原因我刚才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说一遍了。第二类好打黑胡子的领袖，这一类的领袖我会按照他为什么好打黑胡子进行一个分类。黑胡子主要的弱点有3类，第一是怕扑得快的领袖，因为黑胡子节省很差，且手牌资源不够用，很容易被这类领袖给抢死，即使有了解放也不一定能处理过他们的场面。这类领袖的代表有蓝明哥、紫路飞、利姆、巴基。紫路飞相对特殊，是因为跳费快且稳定，5+5黑胡子很难应对。第二类就是纯粹的快攻领袖，这类领袖虽然目的也是把黑胡子抢死，但是跟超扑领袖相比会更加的孤注一掷，但是也会更容易让黑胡子疲于招架。这类领袖的代表有黄绿大河、红索隆、红山治、贝蒂和大战士。第3类就是资源型的领袖，这类领袖瞄准的就是黑胡子的资源不足，打持久战黑胡子必定打不过的特点去进行针对。这类领袖有雷贝卡、黄蓝奎因、黄紫罗宾。当然这类领袖的练习成本都比较高，各位上手需谨慎了。
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分类，它们不属于上面的任何一类，但是又每类其实都多少沾点，属于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一些领袖，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但是也并不会特别的强势，所以更多的是打什么都五五开的类型。这类领袖的代表有红发、红子路飞、绿子明哥、黄基德。以上便是我认为环境里比较好打黑胡子的一些领袖，也会是环境刚开始时对抗黑胡子大军的主力军。这里强调一下，并不是说理论优开那就一定能赢，更多都只是有比较大获胜的概率。但是即使虽然有着理论优势，那也一样是需要伴随着不断的练习，找到适合的打法，才能把优势真正的发挥出来。克制黑胡子的卡组大概说的差不多了，想必如果真是这一番折腾，黑胡子的数量应该会大幅减少。而此时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那些打环境的卡组就会逐渐出现了。这部分我就不做具体的细分了，因为都是些老面孔，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些领袖的主要针对目标，也是我认为比较有竞技实力，适合用来针对环境的领袖。这部分有蓝黑乌索普、黄黑路飞、路奇、紫黑路飞、波妮、福克西、卡尔、黄绿罗、艾尼路、佩罗纳、纳美以及红黄萨博。这12个领袖里，黄黑路飞、路奇、波妮和佩罗纳这几个会是比较吃熟练度，需要比较久的练习的以外，其他的几个练习成本都是相对较低的。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如果想要快速上手，可以去尝试尝试这些领袖。以上便是 OP10 的补强领袖梳理以及之后环境的一个简单预测，全是猜测，没有实锤，希望能让我蒙中吧。具体之后的环境会怎么样，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